Hello，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说一道菜。我这一阵子看到雪梅姐在她 Facebook po 叫妈妈教我煮的菜，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今天也是一道妈妈菜，但是是谁的妈妈？王太是我们合伙人的妈妈。对，也就是我们的 Auntie 啊，我们一直叫她 Auntie。那她煮了一道叫做什么？她也不知道名字的，但我们就把它随便叫做辣椒鸡的马来人教她的菜。对，你看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很多元素了。他跟我们讲叫辣椒鸡，他又说又是年轻的时候啊，我也不懂怎么叫什么名啊，是马来人教我煮的。你看他用这样的一道菜养育了他这么多的小孩子，而且我总感觉他其实又有一点像是华人的菜。那今天我们就煮给您看，再去形容一下它。也请你来帮帮我们说说看，你认知这道菜吗？你知道它叫什么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我们就先请王太和 Auntie 你们帮我们大家来把每一位的食材介绍一下，好吗？好的，这个食材也不是我每一件都认识的，并且 Auntie 它是有 brand 这个要求的。OK。这个就是土豆是吧？是。对，我们待会儿需要削皮处理吗？Auntie 是的。削皮处理，洗干净了，削皮处理。好，这边是配料对吗？这个是配料。这是生姜、桂皮、八角，这个是丁香，还有是整粒的白胡椒是吗？是。这个是什么？是什么？石粒，石谷子，它叫石粒啊，叫石粒啊。石粒，我们不懂。那是香茅，对，香茅，生姜好是。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干辣椒，干辣椒啊。杂货店就有得买的，杂货店就有得买啊。然后去泡水，泡水了软了，就拿去搅拌了。然后这里面还有。除了辣椒泡水搅拌，还有加什么吗？其实不需要加的。这个是阿萨姆膏，好。tomato，这个又是这个是 tomato， 一定要有这个牌子吗？不一定，不过是。我看一下产地哦，这是马来西亚的吗？还是不知道 ？OK， 好。然后就是蛋奶，OK， 好，鸡肉，Auntie 用的是鸡腿肉，全鸡都可以，对，全鸡，我比较喜欢全鸡，比较好吃，有骨头嘛。好，刚才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食材啊，我想，让我印象比较深啊，脑袋门前打上一些问号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那个在青色的碗里黑黑的调和的，应该就是你们刚才介绍的罗望子吧？这种食材常见吗？常用吗？是华人菜里面用的吗？反正我是不常用，但是我看到观众在我们那集大马食材的留言底下有提到说，说到大马食材怎么没有这个罗望子膏呢？这个我们就用到了。OK，Q 到你了，那看来也是在东南亚华人比较常用的。我看到上面有一些包装还是泰文的，所以我想它确实可能又是，就是这种酸味的东南亚菜系，可能真的会用到。好的，那么第二个让我印象深的就是Auntie 走到后面就往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个好像是生奶吧，就你们前面介绍的，还有非常多的番茄，这两个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吗？我也很惊讶，怎么会放这个蛋奶？因为我总想可能会放椰浆吧，但是Auntie说就是教他的人就是放蛋奶，所以他就放了。我觉得放进去味道还真的是非常不错，很搭哦。对，让它比那个椰浆就是少了一个椰子的味道，因为椰子味道你会让这个辣椒鸡又多一重风味。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抢夺这个辣椒的风头嘛，所以放这个生奶的话，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第二个这个番茄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嘛，在马来西亚很多菜里面都能看到放番茄，对吧？潮州蒸啊，还有猪杂汤，所以番茄是不光光提供酸味来源，它更有一些这个鲜的这个滋味，有一点像是新疆的大盆鸡，也是类似这样，有土豆，有鸡块，然后有一些酱汁，分量
也蛮大的，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是，我看到鸡里面要放番茄和土豆，我也是立刻想到了新疆的大盘鸡。以前新疆朋友给我做的时候，我感觉整个步骤也是差不多，但是很有趣。往新疆传了以后，他就放了更多的这个辣椒，然后放了这个裤带面。但是往这边来的一个风格，它就更多的是 creamy， 然后柔和甜的这个口感。对的。那么第二呢，安婷一直跟我们说啊，它这个叫辣椒鸡。其实我的脑袋里说，会不会像四川菜啊，或者像某些吃辣比较厉害的湖南的地方做出来就只有辣呢？但想想又不可能啊，这里是马来西亚，大家不是那么喜欢纯粹的烈度很强的这种辣，所以端上来以后，它那个口味其实是呈现了一种反差哦，对吧？你可以说说看，它里面包含什么样的一些口味，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口感呢？它用的辣椒估计是本地的这个颜色鲜红，但是辣味并不是让你有这种辛辣口感。因为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我是看到了 Auntie 用干辣椒泡水之后打成了辣椒泥，还要再加上本地的一些辣椒酱 chili bone， 所以就是这个真的跟我们川菜里面辣到抽筋的火辣不一样，它是温和的柔和的甜辣。那它还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口感呢？来给我们形容一下吧。因为有放了这个奶，以及我们在煎的过程当中，鸡肉释放出的这个美拉德反应，长时间的炖煮之后，更有一种柔和的这种怎么说呢？高高的这种，搞搞的，是吧？有一种 creamy 的这样的口感，只想拌饭吃，下饭菜。说的没错，就是辣呢，在里边它不是主角，它是隐藏在后面的。然后王太讲到这一点，也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样的个菜啊，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它一个菜就可以喂饱一家人。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看有土豆，有碳水的来源嘛，土豆是根茎类的，有鸡，那它是蛋白质的来源，还有这些比较粘稠香甜的各种辛香料风味的很 creamy 的你讲的这些 paste， 它可以拿来配饭，哎呦，就好像什么都有啦。对，吃完又很满足，因为你吃着吃着，辣的感觉是来的比较迟钝的感受有点点辣，冒一点点汗，又增加一点喜悦，所以整个吃的过程跟家人再加上一些互动，很开心的一种感觉。是啊，你想想看，我们中式的菜肴里面很多的稠的这个酱汁是通过淀粉勾芡达成的，可这个很神奇，它用的就是一个叫实粒，就是很像我们中国板栗的这个。你们刚才介绍食材的时候也讲到这个，是这个里面嘛？对，在那个香料店里面看到它是放在雪柜里面这样去出售，看上去就是像一颗这个栗子一样大小。然后Auntie 是把它冲碎的，我也是觉得说这个是到底什么？后来 Auntie 就告诉我，就是靠这个东西是带来这个汤汁的粘稠感。OK， 天然的一种增稠剂。这很聪明啊，是吧？前期准备的时候，我也看到 Auntie 还用时冲去把那个香茅的那个头对冲碎，因为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它的口感里面那些香茅提供的你熟悉的混着奶配着这个肉类菜的这种香味扑鼻而来，太明显了。它又不像肉，感觉很 rich， 它是那种很清冽的，很有个性的，很怎么样，很就是对这样的，这个你也能介绍一下吗？我觉得 Auntie 他比较。他们比较考究，他老一辈的人觉得切的东西它就失去了香气，所以他在第一步的时候完全是用时冲把这些材料，特别是根茎类的生姜香茅的头上，他只取头上这一点点，屁股后面他都扔掉，他说后面就不香了。然后这个砸碎之后，他相信，首先我觉得是更多的就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它这个表面积增大，让它的这个香气释放出来。然后第二个，你捞取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表面积都是很大块的，比较扁平的，并没有很多的这种碎屑，撩掉嘴巴吃不到这些残渣，也是一个很贴心的处理，是吧？对，OK。还有哪些这道菜在制作和品尝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我没有想到的是，对于鸡肉跟土豆的处理，竟然是需要经过这样的这个煎炸的这个步骤。像我这种不爱煎炸的人会觉得很烦，但是这个可能就是煎，它会带来就是香味的跃升。第二个是给每种食材就定型了，它有一个黄颜色的焦脆的壳在那边，它就不会煮了这个炖烂了之后就是散架。Em thì người mới nói
餐厅多久？太大。看，自己注意。好了，那个我尝到。好，那我们呢说了这道菜它是怎样制作的，也谈了我们作为新人品尝这个菜的一些感受啊。哎，那安听说是马来人教他的，我们就假定它就是一道马来人的菜。我不知道大家到现在有一些线索了没有？你有吃过这样的菜吗？赶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也很想给他追根溯源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菜，有些什么样的故事。不过不论它叫什么名，是什么菜都没有关系。我们哪怕是没有吃过，第一次去品鉴，也是吃完以后带着一种怎样？我觉得是深深的感动啊。王太，你有些什么感受啊？吃完菜以后，最大的感受是 Andy 他对原材料的这个像收集七龙珠一样的非常精心的收集啊。他因为给我们做过2次，第一次跟我们说这个不太正宗啊，这个很多原料都没有，我们就好奇问他说你需要什么样子原料？他第一个跳出来的反应竟然是哎呀，我的益民达的辣椒酱没有啊，下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辣椒酱拿出来。所以又过了1-2周，他回利民达去特地买来了他们利民达的这个叫 Chili Bowl， 是一个小罐的塑料的这个辣椒酱。他觉得可以了，然后后来我还自告奋勇，我说 Andy 你还需要什么材料，我帮你去一次凑齐啊。那 Andy 他的那个单子就来了，除了刚刚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叫实力的这一款香料之外，Andy 他的这个番茄膏啊，这个也是有这个牌子的指定的，我们一定要去买到。对，所以就是对他来讲的话，第一次做他还对这个现成的辣椒酱特别的不满意，因为这道菜为什么叫辣椒鸡，就是用干辣椒泡水之后，再用这个料理机打成辣椒泥，然后再混上他利民达带来的辣椒酱，是2种不同的辣椒酱混起来的这个味道，所以辣椒是精髓。就发现说，哇塞，这个实在是，咱们这个真的，我觉得太讲究、太考究了。原来不是买现成的就可以解决的。哎呀，其实每次看安提做菜，我都有我讲的感动啊，也都有这一个方面，就他做菜不是说，哎呀。像我做菜呀，家里有什么东西，把它组装一下，随便炒一下，这个放点汤，它就变成一道菜了。他对每一个这个辛香料、主食、一些配角，它哪里来的，这个品质好不好，都极其讲究。所以在做之前就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功夫，这个过程是一个用心去收集好料的过程。对，然后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第二个感想就是说，我觉得安迪还是非常淳朴的一个人，就是在这道菜上你会看见他我们这个是我把比例调的特别不好，你看到马铃薯特别多，因为我第一次吃完之后，我觉得马铃薯比肉好吃，所以我强烈要求多放马铃薯。哎呀，安迪做的时候呢，他又不好意思拒绝我，他做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这次鸡肉太少，马铃薯太多，他说要会被家里面那几个来吃饭的孩子要念，说这是吃斋，所以它的朴素的这样一个概念当中，辣椒鸡就应该是鸡比土豆多，所以对这一次这样的煮法心里他带着不安，所以一直在制作的过程中就是在惦念这个事情。我就回想到我自己家里面以前，不论是说煮咖喱鸡也好，其他的需要跟一些蔬菜配的那个鸡肉也好，我总是会看到说其他的辅料要比鸡肉多得多，这样的一个概念真的是我觉得太不一样了。这边还是把吃这件事情看得很重，不管他们说的叫有钱没钱，都要把饭吃得很好。所以我们 OK 说要去做方便的妈妈菜嘛，就是我们观察到在大马至少我们知道这个词妈妈菜，就是你看妈妈做菜的时候，她会用自己的最用心的食材选择最好的烹饪过程来，我想让孩子们多吃到一点肉嘛。你可以想象安提啊，他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一个人要带5个人，他要做工，回家要做一大锅的菜，那他还要能够快速的做出，给他们提供丰富的热量和营养的来源。我也能够回想到他们小时候是怎样长大的，哇，吃着妈妈这么用心烹煮出来的菜，
是吧？这也是我在吃的过程中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动的。最后一个体会是我们大家一起享用这锅菜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上海人跟利民达人他们吃的这个习惯确实不一样。我觉得他们还是真的是怎么说呢？他们是用辣椒鸡来配饭，所以说他们辣椒鸡盛的都是非常克制的一点点，然后好像只要沾上酱汁，把这个饭吃饱，他们就吃饭就是把饭吃好，不像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刻意的控制碳水，我甚至是都没有加米饭，第一次我就是这样吃了。他们是觉得很不能理解，说不需要米饭吗？为什么不用米饭？就是我发现大家这个两地的饮食习惯还是相差，是在这个吃的米饭上面有很大的体现。我是想啊，这是默认啊，确实啊，我们排除减肥这个是，你想它的这个味这么浓郁，可能真的就是要配米饭才比较好吃嘛。那除此之外，大马有很多东西啊都是这样的。我的第3个感动啊是来自于吃之后呢，你想，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是马来人的哪一道菜，有可能你看不知道他哪里来，但是呢，他到了马来西亚，到了柔佛，到了利民达安迪的家里，华人拿去，他又会落地生根，养育他们自己的家庭。我也不懂他会不会做一点点的改变。总之这个菜让我感觉是有生命力的，它是活的，它和人之间是有一种情感的连接和交流的。它不简单只是一个3个字冰冷冷的辣椒鸡。一直被大厨所说它是鸟不生蛋的一个小乡村里面，其实他们家的餐桌上也是各种滋味的融合。辣椒鸡来自于马来人，以前他妈妈给我们还做过这个沙丁鱼炒洋葱，据说这个也是马来人这边很受欢迎，从他们那边开始就已经有着的。包括早餐吃白面包，这可能是英国殖民地时期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还有包括就是吃米饭，对吧？这就是我们华人的传统饮食。你可以看到一个在这样一个小乡村里面生活的马来西亚的一家人，他们也是反映出了餐桌上的多元。对，因为它是整个马来西亚社会的一个细胞，这种多元就能看到出它有着丰富多彩的五彩斑斓的一种生命力。所以我也为此而感到很感动的，很为他们开心，也为自己能够在大马看到安提煮给我们吃这样的菜啊感到开心。是的。这些运用天然的这些实力，对吧？香茅、生姜、番茄，还有这个罗望子糕，都是这边亚热带生长起来特别快，而且容易得到，价格又不是特别贵的食材，配上这边马来西亚的这个同样价格非常平的鸡肉，就能够幻化出这样的这个美味的料理，挺有意思的。说到鸡肉，说到妈妈菜，我就最后啊要补充一下，你看这些菜就都是在我们大厨最近拿了 A 的卫生等级的餐厅里做出来的。那么在这个餐厅做出了比妈妈菜要一样好味，可是更加方便打开就能吃的是什么呢？妈妈味的菜嘛，是什么？欧卡，我们现在不光有鸡肉产品，还有鱼肉产品。昨天还收到一个妈妈顾客给我发来的消息 You saved our kitchen。 他说儿子尝了一口他买的我们新品这个鱼排，然后说咦，好像比以前你煮的这个三文鱼更好吃。然后他不由得感慨说，他说比起以前花几个小时在厨房里面捣鼓出一个叫什么 substandard，就是三流的菜，对，他们现在就很方便，可能就是拆袋就计时。对，所以我们讲好味好料好方便，就是带给大家方便的妈妈菜。好，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如果你还知道这个菜更多的故事，还有你关于妈妈菜的记忆，我们也分享这些故事。谢谢你。OK， 大家好，今天啊，OK 啊。